生平的活底石使用了很多的天然底石的粉末，你复杂的微锯齿的确可以让你的切割感非常的好。相较于一般的人造底石来说呢，它可以涵盖更多更复杂的物质在里面。日本很厉害的木匠啊，很注重切味的日本料理师傅呢，他们就会非常的喜欢使用天然底石。切不太动啊，但是削切力真的蛮不错的，我觉得。一下就磨好了，怎么那么快？这个切感很厉害。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来火星主厨回归之旅。磨刀磨到一个程度了之后呢，就会有人开始涉猎一种东西叫天然底石。天然底石这个东西呢，通常蛮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矿区其实产量有限。对，一个矿区可能采完了它就没有了，然后天然底石它天然的东西就是有可能会限量，限量的东西就会变贵。像这个是黑色的天然底石，对马天然底石，这一块是无压天然底石。但它除了磨刀的功能之外，还有就是收藏的价值啊。有些天然底石它可能就是水上去之后，它会长得不太一样。对，那我们改天再讲天然底石的部分。好，我自己很穷，这两颗都借来的。那在面对天然底石越来越贵，而且产量可能越来越稀少而不稳定的状况下面呢，就诞生了一样东西，很有趣的东西，那就是用天然底石粉去做的人造底石。那就是我今天要介绍的底石生平。生平的活底石它蛮特别，就是它使用了很多的天然底石的粉末来制造人造底石。我们现在讲天然底石有什么好处？天然底石呢，它就是研磨的时候呢，它因为是天然的东西，所以它里面的物质非常的复杂。它里面的物质会相较于一般的人造底石来说呢，它可以涵盖更多更复杂的物质在里面。有一些天然底石呢，它里面有一些酸性的物质，在你在研磨的时候呢，会对刀锋产生一些影响。那这样子呢，就可以造成你的刀锋的上面的微锯齿可以非常的复杂。譬如说，我们今天已经磨到系数6000了，可是它同样可以同时保持着4000、1000或是500这样子的微锯齿在你的刀锋上面。这对于切割感来说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觉。你复杂的微锯齿的确可以让你的切割感非常的好。因为其实真正的日本很厉害的木匠啊，或是做榻榻米的，或是很注重切味的日本料理师傅呢，他们就会非常的喜欢使用天然底石。那天然底石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贵。那生平呢，他开始研发怎么样去用人造底石便宜的价格跟比较稳定的产量，来制造出同样有天然底石切味的磨刀石。那他们就开发出了生平活底石，因为它价格其实真的不太贵，它价格比起很多人造底石可能都还算蛮平价的。可是它同时又可以有天然底石的切味，目前有出到500、1000、4000、6000、8000。12000这么多系数，背面就写一个生平，然后这边是天然底石一样的切味啦。其实做的很朴实无华，因为很多底石啊，他们会做了非常多的颜色去区分他们的不同底石的一个系数啊这些的。生平它完全不 care， 很简单，看起来都很像。所以呢，就你在磨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它这边有系数，你这个不要磨掉。对，然后你就要考虑说，你要磨这一面呢，还是要磨这一面？这把藤次郎的闪光，这把是我家平常在用的，很久没有磨，切不太动。拿一把正常一点的刀子，这只是立的刀子的切法，不立的刀子切感，切不太动啊，不要再折磨它了。我们来试试看，磨起来怎么样？生平它其实不是一个很会吸水石头，我们可以看说，水上去之后，其实它会待在上面。会待在上面不一定会吸，尤其是你很干的时候，它更不会吸。我们来磨磨看，这块500的，先拿它来打包看看。那生平他们的说明是说，这个要很轻的去磨它，不要太用力磨。它其实你看得出来，它是一个会出浆的石头，它很会出浆，出浆的量也蛮多的。但磨感很有摩擦感，所以真的不太需要太用力，而且感觉效率很好，很快就把刃线往上拉了耶。本来这边是抛光的，然后被磨完之后就是雾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刃线现在在这里，
刃线现在在这里，我们看等下刃线会跑到哪里去。刃线现在看起来是有在被打薄的，有被抬起来一点点。其实打薄，我觉得像这种久没有打薄的刀子啊，我是觉得应该是要另外用比较粗的底石去打薄，会比较有效率。打薄完，我们来开刃，很快它就会磨出那个毛边了。而且毛边很细致，出乎意料的细致，把毛边全部磨出来，非常的快。但是削切力真的蛮不错的，我觉得很快，第二面一下就好了。来换下一块石头。哇，我这边停水，悲剧了。停水了，我跑去挖马桶的水，帅吧？超困难的。下一块1000。那我一样从打薄开始好了。磨了之后水就会跑进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隔刃的打薄啊，我们就是稍微就是压平之后翘起来一点点，对，翘起来一点点，让它去打薄。那1000的摸起来没有特别细耶，没有，感觉跟500的是有一点点差异啦，可是没有很明显。说实在，没有很明显。对啊，整个感觉上没什么大差异耶。好奇妙。1000的磨感感觉比1000还要低的感觉。那我们现在1000的来开刃。一下就磨好了，怎么那么快？跟钻烧的速度有比耶，太快了吧？很快，毛边上来的实在太快一点点。大家可以听听看，很快毛边就已经出来了，超级快。磨另一边，是不是真的这么快？哦，我觉得已经大部分磨好了，真的。哎，怎么会这么快？而且很轻的磨就可以耶。很轻的磨就可以了，效率也太好了吧？确认一下，没错，它就可以换下一块石头嘞，太神了吧！瞬间就可以换下一块石头。以磨刃来说，这已经跟钻烧差不多的一个效率了。哎，认真，这样子跟钻烧差不多的效率。这我还没有心理准备，拿一个纸巾筒来，我忍不住，我想要用1000的来试试看它的那个切番茄的感觉。哦，就是刀面有一点点粗而已，不过的确它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切番茄是没有问题的。包克透光的番茄，1000的切位就好到爆炸了。那我们来磨它下一块4000的，4000的是这块。那我们先来磨一小段，来看看说它到底磨起来有什么差异。目前500到4000，磨感上面都没有差很多哎。4000有滑一点点，可是就真的只有一点点，不太像在磨4000的感觉，稍微抛光，可是只有稍微，4000有稍微抛光了，跟前面比起来。
之前是稍微有抛光的，就刚磨的这一段，这一面是没有的。1000的，这跟钢岩芯就不太一样，钢岩芯1000就已经有点抛光效果了，这个到4000，两面我都已经打薄过了，然后我觉得4000的抛光度蛮有趣的，看起来像人家的1000的。然后我现在来开刃吧，还是很快。还是蛮快的，这个效果很好，我觉得可以省很多时间。哦，好嘞，让它磨到可以的时候，它的磨感会有很明显的变化，轻轻的磨就可以了。然后我发现有一些状况，4000会开始有点好像卡一些金属在里面，可以看到会有一些金属反射。就卡铁屑的一些情况不严重，但是会有。那你说会不会很影响磨刀的感觉？我倒觉得也还好，对，可是就是会有就是了啦。那它其实1000那些都还没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好。上面卡铁屑的部分要怎么办？磨掉啊！大家都买整平石吧，拿整平石出来，开心的磨它。我这次买这个阿托玛的这个整平石附这个手柄的。我真的觉得超好用，它整这种就蛮方便的，我们有机会再来介绍，可以很快的整平它，效率很好，而且会整得很平。只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它会粘，你看石头被粘起来了，它会粘，因为它没有开气槽，它就是这样平平的，这种墨广的啊，上面会有一格一格的气槽，这样就不会粘啦。它不会粘住，那阿托玛会粘，对，这是目前我碰到的缺点，但是它实在太有效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缺点我可以接受。你不要一直觉得我在推坑你们，没有，你们都要花钱了，干嘛不把钱花在应该花的地方？你可以感觉到说它应该是磨好了，因为它磨感不一样了，毛边跑出来的话，其实声音跟那个触感都会改变。那我们来换下一块，我们今天试到6000好了，我们就一样，先从打薄开始好了。我很想看它打薄到底抛光的程度到底怎么样。我先磨一边给大家看，有啦，有比较抛光啦。我来开刃。6000的确也是会卡卡。不过我再磨一下，我看出浆了之后会不会好一点。两面我都磨完了，我觉得它在各种方面来说都算是蛮有效率的一个磨刀石啊。那我现在先把它荡平来看看。切纸先试试看。哦，这个切感很棒。我觉得这个切感很厉害。结论来说，我觉得这块石头它的削切力的确是非常非常的棒，尤其是它的500、1000、4000的削切率真的非常非常的强。那4000、6000会稍微有点卡铁屑，不过我觉得只要出浆了之后，就你把浆可以再磨出来一些的话，其实那个铁屑很快就可以连同浆一起带走，所以我觉得不是什么太麻烦的事情。对你再继续磨的话，其实那个卡铁屑的情况就会好很多。然后再来，我觉得它的研磨出来的那个切位啊，实在是蛮不错的啦，切出来的品质也非常非常的好。觉得它的切面啊这些的，其实状况都很好。你看这个番茄，其实已经蛮熟的番茄，不过它切完这个软软的地方都还是很坚挺，比较属于果冻状。这籽的地方切完之后都还是很坚挺的，看它这个坚挺度。然后我刚刚被它切到，我也觉得真的蛮利的，是稍微碰到一下就切到了。对，还有只有切进去削到一块皮，应该不会怎样。比较有趣的是它的6000并不是这么的抛光，它的6000比起很多石头是相对是比较雾面的，
对，如果你到虾印啊，或者是墨广的可能3000以后，它的抛光度都会非常非常好。那生平的活底石系列，它并不会有很棒的抛光性，它的抛光性明显是比较属于雾面型的抛光。如果你想用很好的效率达到很好切位的话，我觉得以不锈钢来说，这算是很不错的石头。如果再比它好一些，可能就是夏印的钻石烧结底石，那价格跟它比3倍左右的价格啊。对，你买1颗钻石烧结可以买3颗这个，所以可以自己考虑。那的确它研磨方式也不太一样。对，可是这个的切位我非常喜欢，像这种我比较自己常拿来修肉的刀子啊，就是金银啊这些的，这块石头它在这个处理上面非常非常的棒。那其实如果你切菜的话，要磨到1000这一块就很够，1000这一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万用，而且这一块石头对于新手来说也很友善，因为你很轻的磨就可以有它的磨感。我觉得搭配可能会是500、1000、6000，或是500、4000、8000。我会这样子跳啦，不过看个人的需求这样子。如果说你是要切生鱼片的话，可能至少到6000以上；1000的话，可能就是切菜，对，蔬菜这些的。那切肉的话，可能就到6000这样子。因为其实通常到6000要拿来切番茄皮已经很不好切了，可是这一个你看它切番茄皮不是很快就进去了。这个我觉得拿来切番茄皮。它效果都蛮好的，都不会说过不去。有时候6000的话就会过不去的感觉。像这种磨到6000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点过不去的感觉。那这个我觉得用它来切的话，用这块磨刀石就是磨过的，我觉得就很棒。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于钻烧，而且效率上面跟磨出来的品质上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石头，是我会觉得推荐起来是很放心的石头，因为基本上我觉得新手来磨也都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而且它效率很快。那这石头购买链接呢，我会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面，那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看在我都已经切到手份上，帮我订阅、分享、按赞、抖那一下，应该不为过吧？如果有其他问题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OK， 还蛮快的，止血了。最近感觉常受伤，可恶。